这枝花谁找到，谁就是我燕慈的将军夫人。上一世捡到这枝花，激动得满脸通红的人是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个笑话。怎么，不知是哪位姑娘捡到了末将的花呀？我找到了。这位威震天下13岁上战场的大梁将星，只是在跟他的心上人赌气罢了。他的心上人早已另嫁他人，他便要在这京城最繁华的夜宴上，以此来证明他燕慈毫不在意。原来是沈家姑娘，那本宫就做。我的花！轩儿姑娘倒是与阿慈有缘。既如此，那就……臣女不敢，臣女已存心仪之人，配不上少将军的这枝花。我竟真的回到了16岁这一年。那是20岁最美的一晚，我等到的却是一世的荒凉。原来这合卺酒是苦的。燕慈在结婚当日去了边关，之后的5年，我受尽了欺辱。小门小户的庶女上不得台面，连自己夫君都留不住，你生来就是个没用的废物。被亲母嫌弃，我熬了整整5年，以为终于等来了他的真心，却不知他那时的回头，只是因为另一个女人。夫君，叫将军就饶了你。长欢，孟长欢，大梁唯一的女将军。原来我这5年的凄凉，5年的折磨，只是因为我长了一张像她的脸。长欢。燕慈如万年玄冰，这一世你的替身，我不当。前世燕慈有段日子像是转了性，突然对我百般的好。这是南街新出的琥珀核桃，听管家说你爱吃。谢将军挂念，臣妾很喜欢。那时我真的以为这石头的心终于被我捂热了，却不知这世上最残忍的糖都包裹着最毒的砒霜。你瞧将军现在对夫人多上心，你懂什么？那是边关那位生了孩子，将军心里堵得慌，才回京找替身呢。替身？夫君，你醉了。长欢，我好想你。长欢，我的长欢。长欢战死？不可能！不可能！夫人，求您进去劝劝将军吧，他3天没喝水了。长欢，你别走！长欢，你别走！我知道我错了，你嫁给别人我认了，你生了孩子我也认了，可你凭什么去死啊？
这一张张写的是你的深情，却是我的凌迟。偿还，你是我的命。我就那样站在黑暗里，听着他的哭声，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我也死在了那个被他唤作偿还的夜里。偿还，偿还。这一张张写的是你的深情，却是我的凌迟。我生性懦弱，20年来连高声说话都要看人眼色。可现在，夫君，我只想看一场最盛大的火。你听到了吗？孟将军死在边关了，他在那头好寂寞。燕慈，你这样深情，应该去陪他。夫君安心的歇息吧，你的情信我已经先烧给他了，下一个就是你了。着火了！将军还在里面，快喊夫人！喊什么夫人？夫人只会放火啊！薛竹心，你自由了。燕慈，这一世被我当众拒婚，那点难堪，比起被活活烧死，算得了什么？燕慈，前世没烧干净的执念，它化作厉鬼赶来了。无期。你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尊容，孟长欢看了，恐怕要嫌弃的吐出来吧。真是太可惜了。你看起来似乎很遗憾。是很遗憾呢，遗憾那场火没把你彻底烧成灰，倒叫你如今连个全尸都没有的回来见我。崔竹心，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妻，黄泉人间，我自然是要和你死死的缠在一起。听说了吗？薛家那二姑娘在那晚宴上当众把燕小将军给休了。嚯，那可是皇后的亲外甥，大梁的活阎王。这薛二姑娘当真是长了颗雄心豹子胆。什么心仪之人，不过是块遮羞布。我听说啊，那姑娘早就不干净了，怕是肚里有了孽种，才不敢进将军府的门。啧，五品官的女儿嫌弃一品将军，我看她是想男人想疯了。全京城哪个正经人家还敢要她？薛竹心，你听听外面都在传什么？薛家的老脸全让你丢尽了，薛家百年的名声全毁在你那衣柜上了。那燕家是什么门第？那是皇后的亲外甥，是大梁的战神，多少贵女想嫁都求不来的姻缘，你倒好。你告诉娘，那个男人是谁？是谁让你失了风，竟敢在宫宴上撒这种破天大谎？没有这个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心仪之人，我只是单纯的不想嫁给燕慈。冤孽，真是冤孽！不想嫁，这世道哪轮得到你说不想？你这是要逼死全家！如月间微凉，繁花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好景所
薛主席，就算重来一次，你也只能选我，选我这只被你亲手烧死的鬼。燕慈，你已经化成灰了，而我还活着，谁娶我不老背心，总归不会是一个死人。落了他的面子，绝不会放过你！你说那个16岁的小东西吗？好啊，我等着。主席，你瞧瞧，这可是皇后娘娘亲自遣人送来的请帖。全京城这么多世家贵女，唯独咱们薛家被点名陪王伴嫁，这是何等的风光！阿娘，这请帖不是恩赐，是烫手的山芋。胡说，这分明是燕小将军心里还记挂着你，这可是天大的体面。体面，前世这体面，换来的是我7年枯骨。燕慈，你费尽心思引我入局，不就是想看我如何低头吗？瞧，那位就是赶在万寿宴上让燕将军下不来台的薛二姑娘，脸皮倒真厚，竟还有胆子来。人家那叫欲擒故纵，这不，一朝拒婚，倒引得皇后娘娘亲自下帖请他，真是好深的心机。姨母好。阿慈，今日这猎场上的彩头可不少，你不去抢个先，倒跑本宫这儿来讨茶喝。不急，姨母这里的茶香比那血腥味好闻，我蹭一口再走。薛二姑娘，几日不见，倒像是清简不少。本将军一直好奇，你那位连名姓都不敢露的心上人，今日可有胆子也来这猎场博个彩头？将军这话问得有趣，您是希望他在，还是不希望他在？这些日子，我派人把你查了个底朝天，也没发现薛二姑娘你口中那个私定终身的情郎。臣女确实没有心上人。哦，那夜宴上薛二姑娘可是言之凿凿，说非她不嫁。那日臣女旧疾发作，言语失当，请少将军见谅。原来是自编自演的戏，真是让大家看了一场好笑话。大家说是不是啊？薛竹心，这可由不得你。既然你捡了我的花，这辈子就是我的人。哼！薛妹妹，山中蚊虫多，这帕子熏了秘制的辟虫香，可千万要带在身上。尹寿香，沈国，你是想要我的命，还是想要皇后的命？阿慈那孩子满京城贵女不挑，非要娶你，你别太倔了。你想借野兽的嘴杀我这个亲戚，那我就将计就计，我便用命搏一个救驾之功，彻底摆脱燕家。还是抵不过老虎。哪根小树茬就敢捅这畜生？是个烈性子的姑娘。孟长欢，长欢，你回来了。长欢，真的是你！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
这种事怎么不提前告诉我？哪怕派个人送封信也好，我去接你，哪怕出城50里，我也会去接你。燕将军，我奉旨回京述职，顺路经过此地救驾，分内之事，不必劳烦。对了，长欢，差点忘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薛家二姑娘薛竹心。他在等，他在等他的青梅竹马露出哪怕一点点嫉妒或者失落，来填补他那卑微的自尊。也是我未来的未婚妻。哦，未婚妻？对，宴上瞧着合适，顺手定下的。这姑娘救驾有功，倒是有几分胆色，娶回去当个将军夫人，倒也不辱没门楣。怎么了，长欢？你这声“罪”是什么意思？薛竹心，你胆子这么大，连老虎都敢捅，怎么眼神却这么不好？这种男人，除了长副好皮囊，脑子里全是稻草，你怎么会看上他？孟将军，多谢。孟长欢，你到底什么意思？你的未婚妻受了伤，你不问问她疼不疼，倒在这里和我较劲，怎么？你是想在姨母面前显摆你救驾有功，还是想教训本将军护人不周？燕将军，这林子里的野兽是闻着味儿来的，与其在这里浪费口舌，不如多想想，为何你的未婚妻救驾时，身边连个拿刀的侍卫都没有？另外，你我皆有婚约在身，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纠缠，燕将军，请自重。他身上有一股清冽淡雅的皂香，像边关寒冷冬日里的初雪，干净的让人忍不住想就此睡过去。孟将军，臣女不敢劳烦，放我下来吧，我自己能走的。薛竹心，你这些年一定吃了很多苦。别动，想让伤口感染，你就尽管折腾。刚给你把伤口缝好，要是挣开了，我不保证第二次能缝得好看。到时候留了疤，薛二姑娘回了京城，可别对着铜镜哭鼻子，嫌我这大夫手艺潮。孟太医，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孟长囊？太医院最年轻的首席，能医死人肉白骨，只不过这性情却是怪癖淡漠。佳姐回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从药炉里拎出来。她说你这人胆子大到敢和猛兽对峙，所以让我在这里盯着点。前世在将军府，燕慈受伤时，那些太医个个唯唯诺诺，眼前的孟长宁倒是新鲜。薛二姑娘，有什么话直接说。那孟将军呢？他如何了？我就知道，你醒来第一句话必是问他。你们这些人，一个个见了佳姐就像丢了魂似的。他有正事要办，实在是走不开，却偏偏又放心不下你这个挡道的英雄。怎么，薛二姑娘见来的人是我，很是失望？臣女不敢。孟太医医术通神，今日救命之恩，臣女感激不尽，多谢孟太医。谢就不预了。说实话，我本来是不想来的。我这双手是用来从阎王手里抢人的，但我平生最讨厌救的，就是那种不把自己的命当命，只会逞强博名声的蠢货。可谁让皇后娘娘也发了话，于公于私，我都得在这守着你这具随时会散架的身子。这位孟太医，人瞧着倒还行，就是这嘴里确实没一句好听的，活像淬了毒的冰碴子。这是太医院最好的生肌镇痛丹，我每日来换一次药。这丹药若是真疼的受不住了，便吃一粒。这是我亲手炼的，贵得很。你要是疼死了，砸的是我的招牌，别逞强。好吧，收回刚才那句话。这位孟太医虽然毒舌，但总算还有那么一句算得上是好听的话。看够了吗？
薛竹心，你够狠！那只老虎扑向皇后的时候，你明明有3次机会可以躲开，可你不仅没躲，还故意往虎爪上撞。你真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算计的滴水不漏，甚至连伤在哪儿、流多少血都在你的局里。大费周章的做了这么一个不要命的死局，驳了皇后的一个恩典，差点把自己也赔进去，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甚至不惜以身为饵，就只是为了和我退婚。不然呢？难道是为了看将军在林子里如何深情地喊着偿还，守着你，我只觉得恶心。薛竹心，这局就算你赢了皇后，也赢不了我。想退婚，这辈子你做梦！即便我有千般错，可那只就是5年，整整5年的朝夕相处。薛竹心，一世夫妻，你当真没有心吗？心？将军莫不是忘了我的心在哪？竹心，竹子中心，本就该是空无一物啊。前世我求一颗真心，结果落得个在那4方后宅里数更兽等死的下场。竹子之所以坚韧，就是因为它心是空的，所以风吹不断，雪也压不折。有了心，便有了软肋，便会像前世那样，被将军随手揉碎，弃如草芥。鬼也会流泪吗？哼，他连肉身都没有，甚至连影子都留不住，这泪又是留给谁看？生前给不了的深情，死后却要扮作痴情人来纠缠。将军，你这副样子演给谁看？这些日子你躲在阴影里，看着我如何被猛虎撕咬，看着我如何在生死边缘徘徊，看着我费尽心机只为逃离你。你看了这么多天的戏，真的不觉得自己恶心吗？既然你这么爱看戏，怎么不看到最后，看我如何撕碎这张婚约，如何彻底摆脱你们燕家？终于走了吗？燕子，这一局是我赢了，你的执念终究关不住我的命。我的儿，伤筋动骨100天，你这才半个月就闲不住，快把这燕窝喝了。阿娘，我不累，若不快些好起来，怎么对得起我从老虎口中抢过来的退婚许诺？你这孩子，那可是燕家，你倒好，拼了命也要吐出来，往后怕是没几个人敢登门提亲了。无妨，我求的从来不是提亲的人，而是活路。伤口收得很好。第1句，这几天依旧不许沾水。第2句，手抬起来，我看看。孟太医，我想学医。哦，这就完了？小姐，这孟太医在宫里是出了名的怪性子，这欧是准了还是没准啊？不管是什么意思，这道门我是一定要跨出去的。这只是入门。薛二姑娘，医者仁心前先带有苦心，若3天内备不完第1香，便趁早断了这份心思。好，孟老师，3天后来验我便是。医道一途，不收只会逞能的庸才。孟太医的字倒是比人温润。字是死的，医理是活的。别以为夸2句，我便会放水让你这种娇小姐过关。我没想过要孟太医放水。实不相瞒，这些书我并不陌生。前世没人说话，没人来往，在这方寸之地，我唯一的消遣就是这些医书。那时候我翻来覆去的读，
读到能闭着眼说出每一页的折痕。既然如此，为何还是个门外汉？因为有的地方艰深晦琐，我无人请教，只能像狗啃骨头一样不求是解的死记硬背。可如今有了孟太医的主见，这些死结便都开了。既然读过，那说说看，何谓伤寒一日，太阳受之？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看来佳姐没看错人，你的寂寞倒也不是全无用处。既然背得下来，明日起不仅要看书，还要学会怎么拿这根针救人，或者前世读到这里，只觉得晦涩如天书。小姐，您这都看了7天7夜了，这书真的这么好看吗？阿翠，正是有了孟太医的见解，我才算是真正推开了这扇活命的门。孟太医，您给的书，臣女已经全部看完了。既然看完了，那便从林书开始背吧。皇帝问于岐伯曰：于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于哀其不够而孰有疾病？欲无使经脉扩张，流而不行，未知其所通，入于经脉。当真是在将军府蹉跎了5年。脏腑经络先后病脉正因。问曰：上宫治胃病何宜？诗曰：夫治胃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食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宫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食脾，为治肝也。不算丢佳姐的人，我还算满意。背书只是纸上谈兵，明日起随我去太医院后院，看看那些活生生的病。背得下死书，未必救得了活人。这是去年太医院接手的一桩急症，方子在那儿，看完告诉我，太医署的人到底在哪一味药上开了鬼门关。这方子败在熟敌关这一味药上，原本是为了补肾水，可病家器械已淤，强行补阴，反倒成了塞住命脉的最后一块砖。你说的这个确实有争议，太医院那帮人吵了2天2夜，最后用来个折中的庸方子，但那帮庸才想出来的万全之策，都不如你的新方子。薛二姑娘，你还真是让我无话可说。算你有点天赋，没糟蹋我的药材。明日继续，别迟了。天赋？不，那不是天赋，那是前世整整5年，在那座像坟墓一样的将军府里，我与孤灯为伴，一页页翻烂了那些无人问津的要点，才换来的今日。薛竹仙，你的前世并没有枉费，纵使暗夜行路，但每一步都作数。这2个月，药草的苦味竟比将军府的南香更让我心安。在这里，我不是谁的附庸，只是薛竹心。不过2个月，他开出的方子已经能留作太医院的医案存档。这世间，当真有这般心性与天赋并存之人。薛二姑娘，真是让本将军好找。我找了你整整大半个月，原来你是藏在这里，捣弄起这些苦哈哈的烂草根来了。臣女在太医院学医，并非躲藏。太医院乃禁地，将军这般闯进来，似乎不合规矩。学医？薛竹心，你是快要嫁进将军府的人了，学医做什么？是想给本将军把脉不成？嫁人？将军在说什么？我已经退婚了。退婚？谁准你退的？薛竹心，你当婚约是儿戏，还是觉得本将军脾气太好？说这话的，自然是这大梁的主人之一。谁说的？皇后娘娘。半个月前，
臣女因救驾之功，向娘娘求了一个恩典，娘娘已经亲口应允了退婚之事。诛心，你护驾有功，你想要什么恩典？放心，只要本宫能办到的，必不推辞。臣女想求娘娘准许臣女同燕慈将军退婚。阿慈那孩子确实是傲慢了些，但他心眼不坏，你不必拿终身大事赌气。娘娘，臣女没有赌气，正因为臣女想清楚了，才敢开这个口。既然你心意已决，那本宫就答应你。将军这半个月，难道只顾着在校场练兵，竟连宫里的消息都断了吗？婚约已废，将军竟不知吗？薛竹心，你疯了吗？你凭什么敢跟我提退婚？你当我将军府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哈哈哈，怪不得我说你为何宁可舍掉将军夫人的位置也要离开我。薛竹心，你大费周章的求退婚，就是为了这个小白脸儿？燕将军，请自重。这太医院的空气干净，你莫要脏了这里的地界。孟太医是臣女的恩师，亦是这大梁百姓眼中的神医。将军这般信口雌下，折辱的不仅是臣女，更是太医院的清明，是皇后的眼光。恩师？薛二姑娘，你莫不是拿本将军当3岁孩童耍弄？这内廷高墙，这偏僻小院，你们日日相对，耳鬓厮磨，你和我说你是清白的？孟太医，我竟不知宫中还有如此秽乱之地！燕将军，请慎言。臣女随孟太医学医，那是猎场救驾后皇后娘娘亲口许下的恩典。将军是在质疑娘娘的圣断，还是在质疑这宫里的规矩？好一个恩典，薛竹心，你倒真让本将军刮目相看。你以为有了这道免死金牌，退了婚，你就自由了？薛竹心，这天下我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拿不到手的。我这人偏偏最喜欢强人所难。自由，前世我在这名字里求了7年，这一世哪怕是拼个鱼死网破，我也绝不会再看那个深渊一眼。这一巴掌，我等了2辈子。活着的燕慈想困我入楼，死掉的燕慈想拽我入地狱，他们都这般阴魂不散。手伸出来。没卡。知道反击，不拿自己撒气，总算是有长进，没白读那些经书。这姐弟俩性子虽然一火一冰，护短的法子却真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将军，你已经练了3个时辰了，歇会儿吧。最近京城里是不是很热闹？姨母，您当真应了他？那日猎场的事，本就是微臣救驾不利，与他何干？这种折辱臣儿、动摇军心的大事，您怎能……阿慈，薛二姑娘拼死护驾，满朝文武都看着，本宫若是不允，岂不成了过河拆桥、薄情寡义之人？阿慈，姨母知道你心高气傲，可你要明白，你是我的外甥，是大梁的将星，你要什么没有？既然他这般决绝，这门亲事罢了便罢了。各位看官，听说了吗？那五品小官家的薛二姑娘，在那春猎场上，竟把咱们那位威震八方的燕小将军给休喽！胡说什么？那是皇后娘娘准的退婚，怎么能叫休？嘿，有什么区别？人家姑娘宁可燕将军鹦鹉离开她，这滋味儿……我可听说了，薛二姑娘宁愿去太医院，在那儿闻苦药汤子，也不愿进将军府享福。你们说，这燕将军是不是有什么说不得的隐疾啊？嘘，小声点，没瞧见燕府的牵兵刚才从这儿过去吗？休了我！他薛竹心算个什么东西？
竟敢让本将军成为全京城的笑柄！将军，那些草民胡言乱语，属下这就去把那茶馆封。封的第一个封得住这满城的嘴吗？他救了皇后，皇后还了他自由，那我呢？谁来回本将军的颜面？薛竹心，你以为找了皇后撑腰就能摆脱我？我要让你在这京城寸步难行，看你还有什么毒招！该死，为什么又是那一幕？薛竹心，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想她干什么？你就这点出息？谁？给本将军滚出来！你到底是什么怪物？在这侯府装神弄鬼，活腻了吗？怪物，别怕呀，我是另一个你，我不就是你吗？那个死在薛竹心手里，却还对他念念不忘的你呀！别这么看着我，或许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有趣的往事，比如上辈子你与薛竹心曾3书6礼拜过天地，做过7年举案齐眉的恩爱夫妻。不过后来你死在了一场漫天的大火里，是你那个温顺的妻子亲手为你点的火。你开什么玩笑？杀我就凭他？你说那个木头一样的人敢杀我？你既然这样看不起他，那这一世你又是怎么给退了婚的？这不过是他欲擒故纵的手段罢了。你到底想做什么？如果是来看我的笑话，你现在可以滚回你的坟里了。别嘴硬了，你的心思我都知道，我可以教你怎么挽回他。挽回？我燕慈想要什么没有，他也配让我挽回？薛竹心，我告诉你，我偏偏喜欢强人所难。这你也听见了？你这副死到临头还嘴硬的样子，倒真跟我当年一模一样。7年夫妻，书房大火，死不瞑目。荒唐！那个疯鬼简直一派胡言。薛竹心不过是个没脾气的木头，他凭什么？他凭什么敢？别再骗自己了。你现在这么烦躁，不就是因为你发现你那引以为傲的权势和手段已经快要抓不住他了吗？闭嘴！这大梁天下，只要我燕慈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失过手。你现在之所以还能在这儿大放厥词，只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失去。你会后悔的。我最后悔的事，就是没能在你出现的时候一剑斩了你。薛竹心退婚，不过是仗着救驾之功跟本将军闹脾气，他离了我，什么都不是。闹脾气？去看看吧，去太医院看看他这些日子每天都在做什么，看看他分拣药材时的模样，看看他握住金针时的眼神，看看他没有你之后是怎样惊艳的人。那种眼神，那种生命力，真的是我认识的那个薛竹心吗？所以呢，就算他变了，那又如何？他终究是我的未婚妻。然后你就会和我一样死不瞑目，最后只能守着一座空荡荡的将军府。去看看。去看看吧。疯了！本将军一定是疯了，放着军务不理，竟然听一个死鬼的叫嚣来干这种事情。这笑，他何时对我这样笑过？薛竹心，你到底还有多少面是本公君从来不知道的？是2个。他在面对我时，眼里只有畏惧和死寂。难道我燕慈还比不上那些苦哈哈的烂草根？看到了吗？这才是真正的他。本将军不过是来看看他到底长了什么本事，才敢嫌弃将军府的荣华富贵。
这种天气竟然还亲自送饭。薛主信，你对那个病秧子倒是上心的很。孟老师，歇一歇吧。这粥我熬了2个时辰，火候正合适，快趁热喝了。拿走，我不饿，药案还没看完。热脸贴冷屁股，薛竹信，你也有今天。医者不自医，孟太医这是带头坏规矩。这就对了，良药苦口，好喝吗？上课。他从未给本将军做过1次饭，那个影子和他做过夫妻，不知道他吃过没有？刺眼吗，少年？闭嘴！你和他做过7年夫妻，他为你下过厨吗？给你煮过粥吗？没有，至死都没有。还在想那一碗粥吗？燕慈，你引以为傲的权势和军功，在如今的他眼里，抵不过孟长娘的一口热气。闭嘴！他不过是仗着我从前对他太冷淡，故意找个病秧子来气我。他上次杀虎，除了那点不要命的孤勇，根本毫无章法。若再遇险，谁能次次救他？本将军亲自教他武功，这总比那些苦药汤子强100倍。驾！将军拦路，有何贵干？若是为了婚约，臣女早已说得清楚。薛竹心，你别不识好歹。那日猎场杀虎，你若非走运，早成了畜生腹间的烂肉。光靠那点不要命的蛮劲儿，你迟早要把命玩丢了。薛竹心，从明日起，早起1个时辰，我教你武功。我教的功夫是杀敌护身的本事，你整日捣鼓的那些东西，护不了你周全。学了我的武功，你便是我的传人，看你还怎么天天往太医院跑。将军教我什么？教我如何像你一样，随手就能掷出一朵花来戏弄人心。薛竹心，我是为了你的安危。孟长宁除了教你捣鼓那几根烂草根，他能教你自保吗？不劳将军费心，将军的本事是用来杀敌立功的，臣女命贱，消受不起。更何况，已经有人在教我了。有人在教你？谁？谁？孟长京？呵呵，他那副身板，恐怕连只鸡都杀不了，他能教你什么？他会杀鸡。这是重点吗，薛竹心？腰下沉，气定，不要看剑，看你的敌人。竟然是长欢，教他武功的竟然是孟长欢。在薛竹信眼里，我这个少年将军，竟然连孟长欢的一个衣角都比不上吗？看啊，多刺眼！你在这里偷偷摸摸的看，连面都不敢露，像什么样子？你现在就像条没人要的野狗。你口口声声说上辈子你们是夫妻，那我倒要问问你，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为什么他宁可和那只猛虎搏斗，都不愿意嫁给你？你不是说你们前世做过夫妻吗？可在他心里，或者是未来的我，竟然比那猛兽还要可怕1000倍。是你毁了他的一辈子，现在却跑来跟我说要挽回，你在装什么情深？原来如此，他竟恨你我到如此。边关情报，让路！又打起来了，听说北蛮这次是大规模进犯，伤亡不小啊。孟大将军府的钱兵都集结了，怕是后日就要出发了。边关，前世我只在燕慈的冷言冷语里听过那个地方，那里没有深宅大院，没有流言蜚语，只有能让我彻底活过来的旷野。我要去边关，跟孟将军一起走。边关苦寒，薛竹心，你这副刚好拳的残躯，
是想去塞外为秃鹫吗？在那里，我不仅能救不该死的人，更能救我自己。孟老师，这几个月你教我的不只是医术，不是吗？别指望我会替你求情，你自求多福吧。这封信你拿着，若是佳姐不收你，我也没有任何办法。谢谢老师，向来毒舌的人，落笔时竟然如此温柔。不在太医院闻药味儿，跑来这儿吃沙子，怎么还没被燕刺缠够？听说军中缺大夫，我来报名。我随孟太医学医大半年了，伤寒、金疮、正骨这些我都能看。孟太医说我可以出师了。长宁那个小家伙竟然舍得放你出来，看来你是真的让他头疼了。我不看那张纸，薛竹心，我信你。想好了吗？这可没有回头路。想好了。后日寅时，京郊10里亭，过时不候。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这世上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孟长欢呢？孟将军，从前我是有点恨你的，我恨你占了他的心，恨你活得那样高远，让卑微的我只能像地缝里的假草一样去仰望。但是我现在发现你真好，好到让我明白，这人间除了红墙绿瓦，还有塞外的雪，漠北的雁，好到我也想要成为你的样子。我今后不再是谁的妻子，也不再是谁的替身，我要做薛竹心，做那个能治病救人，也能在边关策马的薛竹心。二姑娘，您可算回来了，夫人正急着寻您呢。不必通报。备车，我要去太医院见孟太医。见最后一面。这就是我薛竹心的全部家当了，也是我在这人间走一遭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东西。阿娘，原谅女儿不孝，您求了一辈子的体面，在那深宅大院里被碾成了齑粉，可我想求的是这四方窗外的活路。薛二姑娘，这么晚了，背着包袱是想跟谁私奔呢？滚开！好狗不挡道。将军请您过府一叙。将军说了，既然婚约退了，那他与你之间的债，总得在今晚算个清楚。我与他无债可算，更无话可说。回去告诉燕慈，别让我更瞧不起他。姑娘别费力气了，将军交代了，既然你不想自己走进去，那我们就只好请你去了。这嫁衣，这花纹，和前世被火烧掉的那件一模一样。这里是将军府，那座埋了我一辈子的坟。行了，无期。原来是你这个阴魂不散的东西。这种久别重逢的时候，提死字多晦气。你瞧，这新房，这嫁衣，都是按照你最喜欢的样子准备的。前世你走得太急，连这杯酒都还没喝，今晚咱们把它补上，喝了它，你就是我的，不管是这一世，还是永生永世，你都别想再去找你的孟长欢。滚开！那火能烧你一次，就能烧你第二次。烧吧，只要能拉着你一起烂在这红帐里，烧成灰，本将军也甘之如饴。再找匕首还是银针，别费力气了，你什么都找不到。竹心，你可知那年新婚夜，我其实已经走到了这扇门前，
不过我只觉得这屋子冷得像冰窖，最终在书房苦坐到天亮。朱心，我很后悔，真的很后悔没有来。若是当初我推门进来了，竹心你我之间，是不是就能长久？你闭嘴！那个鲜衣怒马的少年将军呢？你把他藏哪儿了？你是在心疼我吗？竹心，你别忘了，我们本就是同一个人。他的傲慢是我，我的偏执也是他，他现在就是我呀。3更了，离寅时还剩1个时辰。孟长欢在等我，我要走，我必须走。你在等寅时，等那10里亭的马蹄声。忘了告诉你，我模仿了你的字迹，给孟长欢传了信。信里说你思虑再三，终究还是舍不得离开。你疯了，燕慈，你真的疯了。薛竹心，你两世为人，步步为营，哪怕救了皇后，学了医，杀过猛虎，可到头来竟还是绕不开这道红墙，逃不过这弦嫁衣吗？这一生难道又要重蹈覆辙吗？对不起，竹心，对不起，是我疯了，是我错了，求你别这样看我，再给我一个机会，求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前世我求了一辈子的真心，等了一辈子的回头，到死都没有等到，可这一世你却像个乞丐一样跪在我脚下。燕慈，你看我这样子，像是在跟你赌气，等着你来哄吗？我恨你。寅时到了，燕慈，你拦不住我。恨我？好极了，那就恨着我吧，薛竹心。只要能让你永远记着我，不管是爱还是恨，都好。我得不到你的爱，得到你的恨也是极好的。薛竹心，这辈子你只能和我纠缠，至死方休。不对，这双眼睛虽然疯狂，却带着一种近乎纯粹的被抛弃后的恐惧。他竟会流泪吗？他不是那个影子，他是少年燕慈，他怎么变成这样？竹心，不要走，求你。疯了，这具身体里有2个灵魂在互相争斗。燕慈，走到这一步了，难道要放弃吗？你给我滚出去，滚出我的身体！你这个满手鲜血的怪物，你没听见吗？他说他恨我，他宁愿去死都不愿意嫁给你我，你还不明白吗？那又如何？我偏要强求。燕慈，你扪心自问，你难道真的甘心放他走，去过那种没有你我的日子吗？杀了我，杀了你，薛竹心，不准走！薛竹心，不准走！这一次，不管是少年的你，还是以前的你，都休想再困住我1分1秒。薛竹心，你是我的，你跑不掉，天涯海角你也跑不掉！住手！滚回去！让他走！你这个该死的影子！燕慈，你这个没出息的，放他走，你这辈子就彻底完了！放开我！你这该死的枷锁！这一次，我不再等谁施舍天命，我薛竹心自会追到太阳。去追啊！你这个懦夫，他要去边关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薛竹心，
这次没人拦你了，走吧，走，别再回头。你疯了！烧了它有什么用？你闭嘴！我们不一样，我绝不是你这种恶心的人。原来，这你口中给他的体面，竟是这种。薛竹心，你该去塞外去看看这世间的太阳。这一次，真的没人拦你了。不，我争了这么久，从那场大火里爬出来，不是为了看这个结局。为什么他宁死也不肯喝我递过去的这杯酒？因为你从来不明白什么叫放手。你为了他的自由，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你终于懂了爱，却也永远失去了他。天明将因此，你终究要跟我一样，死不瞑目。冷风刮过来的时候，我竟然觉得无比痛快，这是2辈子以来最快活的滋味。薛家、将军府，还有那座求了我2世的京城，终于都要被我远远抛在身后了。何人闯关？快停下！这一刻，感觉锁住我2辈子的东西，在这一瞬彻底断裂了。还没结束，他在等我，他也在等我。字迹模仿的倒是有9分像。既然将军收到了信，为何还不走？薛竹心，我相信你绝不会为了一个男人折返回去当笼子里的金丝雀。若再等1刻钟你还不来，我就回去亲自把你带出来。不必，不过是一点挡路的小麻烦罢了。好，这才是我大梁的人才。喝。薛竹心，你看这人间是不是换了一副模样？好，既然如此，薛竹心，我再问你一遍，走吗？走。这一次，我终于只是我了。从这一刻起，我不再是谁的女儿，不再是谁的夫人，在这天地间，我只是我。竹心啊竹心，你瞧，原来天地竟是这样大的，大到能容下我所有的不甘。